无论你是看电影、读小说还是玩游戏，只要是奇幻背景的作品，就不难见到这样标准的主角团配置。一个有主角光环加持的人类勇者，配上一个高颜值精灵弓箭手或者魔法师，再加上一个和他或他拌嘴一路的矮人战士，这么个雷打不动的组合，即便是在一些不太正经的日系作品里都是非常常见的。人类能给观众最好的代入感，精灵不是有极高的颜值，就是有炸裂的身材，甚至有时候两者兼备。您有没有好奇过，矮小敦实一副土豹子样的矮人，为何能跟人类精灵一样一直保持如此高的人气呢？在开始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科普一个冷知识。其实在13世纪以前的作品里，矮人并不矮，而是与人类差不多。在随后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出于类似图一乐这样随便的理由，矮人的身高逐渐遭到矮化，从此各种缺德身高笑话就成了一直伴随矮人左右的保留节目。而作为元祖矮人的发源地，北欧神话里的矮人和我们如今所见的形象相似点其实并不是很多，唯一的共通点大概就是无论在哪里出场，矮人都能轻松垄断作品里的神器生产业务。比如北欧神话里由矮人打造的神器就包括但不限于奥丁的永恒之枪冈格尼尔、托尔的雷神之锤妙尔尼尔，用来捆绑芬里尔的锁链格莱普尼尔。基本上北欧诸神无论是武器还是日常穿戴都少不了矮人们的手笔。但是如果问起矮人是如何诞生的，那北欧神话里其实也没有个清晰的解释，因为缺漏和遗失对于神话来说基本就是家常便饭。当人们意识到矮人的存在时，他们就已经在故事里打铁了。在北欧的创世神话里，奥丁和兄弟联手杀死了最初的巨人尤米尔，并用他的遗骸塑造了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尤米尔尸体上的蛆也化为了人形，这些蛆分为两类，分别被称为光精灵和暗精灵。但是由于后来暗精灵几乎没有再被提到，再加上其居住于地下的特点与矮人重合，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里的暗精灵其实指的就是矮人，只不过后世的创作普遍选择无视这一条，可能是出于对恶堕题材的喜爱，大家都很乐意写一写黑暗精灵的，甚至根据剧情需要，一些故事里出现的矮人都不一定是人形。比如北欧著名垫脚龙法夫尼尔实际上就是一个同名矮人，在杀死自己父亲占据其财宝后变身而成。因此如果说是谁缔造了如今矮人的形象，那我就不得不再次请出现代奇幻文学的大贤至圣先师托尔金先生了。在托尔金的作品当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精灵和矮人的奇幻作品铁三角组合，包括精灵和矮人的矛盾，以及矮人善于挖矿和锻造的设定，都是出自于托尔金之手。不过在提这之前，我更想聊一聊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女矮子真的长胡子吗？几乎在所有矮人出场的作品里，女矮人都相当不受待见，不是存在感极低，就是根本没人愿意提起，甚至还因此诞生了不少段子。比如魔兽世界曾经最稀有的生物就是女矮人圣骑士。如果顺着时间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切的万恶之源还真就是托尔金。托尔金在关于矮人的基础设定里就提到，矮人一出生就有胡须，男性和女性皆是，其他种族认不出矮人族的女性，因为他们不管在外貌、步态、嗓音还是在材质上都跟男矮人没有差别，所以中土大陆上一直有谣传说矮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他们死后又会回到那块生他们的石头上。至于这到底是托尔金的小玩笑，还是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关于女矮人长胡子的原因，托尔金倒是给出了理由，中土的一切矮人都源自他们的造物主奥利制造的矮人七族。据说后来伊路维塔给七族各造了一位女性配偶，但因为他不愿意修改奥利的造物，而奥利当时只创造了男性矮人，所以矮人的女性比其他任何种族的女性都更像是男性。虽然后来最终出版的魔戒和精灵宝钻里都没有提女矮人胡子的事情，不过女矮人和男矮人无法区分，以及跟其配套的谣传倒是保留了下来。那么仅就原著设定而言，女矮人极可能有和男矮人一样的胡子。后来也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这个设定，比如《龙与地下城》的设定中，女矮人就一直有胡子设定。只不过近年因为普遍的审美观，无论是各种游戏还是画作，甚至是魔戒自己的衍生剧，大家都选择性无视了这一设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欧美的文艺创作如今深受觉醒文化影响，各种 LGBT 元素大行其道。想象一下，哪天真有人冒出点文艺复兴的讲法，端出来一个大胡子女矮人，美其名曰致敬托尔金的画面，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出人意料就是了。
总之，抛开这些有意思的话题不谈，托尔金对矮人最为重大的贡献和精灵兽人一样，他以一人之力再造了这个种族。虽然矮人的概念诞生于北欧神话，但是如今大部分作品使用的经典矮人和元素基本都是来自托尔金笔下的矮人，包括固执朴实的种族性格，喜欢居住在地下宫殿中，拥有世界上最高超的锻造冶金技术。同时在矮人的形象上，北欧神话里矮人的造型其实并不明确，一些古早的画作里他们看着跟人也没什么区别。如今这种矮小敦实、浑身肌肉、大胡子垂到地上、能吹牛、爱喝酒的形象，就是托尔金在矮人身上结合了一些对于北方居民的刻板印象之后诞生的。后来无论是《龙与地下城》还是《魔兽世界》，几乎所有奇幻主题的作品都沿用了托尔金的这套设定作为基础，这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对其进行了二次创作，战锤系列就是其中的典型。说起战锤系列对于矮人最大的原创点，那毫无疑问就是屠夫和仇恨之术。托尔金笔下无论是矮人还是精灵，总体上都还是比较像正常人的。而 GW 在创作战锤中的种族时，在托尔金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更过激，但也能带给人更多刺激和新鲜感的特点。比如有着放荡、心机且自私一面的精灵，再比如对誓言和仇恨极度偏执的矮人。对于战锤的矮人来说，掏出小本本记仇是一种日常行为。除了个人之外，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仇恨之书，用来记载受到的任何冒犯。显而易见的身高笑话自然也在其列。即便是有生之年仇恨没能得到消弭，也没有关系，反正君子报仇10年不晚，10年和100年也就一个0的区别。那100年后再报也不算晚，这些没来及清算的仇恨会被死者的后代所继承。而在矮人的漫长种族史中，最重量级的仇恨都被记录在至高王手中，名叫大马兹克朗的仇恨之书里。历代至高王会用自己的血在这本书上记录下所有对矮人这个种族的侮辱、背叛等恶性事件，都会被记载在这个本上。而至高王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带领矮人把这本书上的所有仇都给报了。当然了，不难猜到这种事儿根本不可能，因为按照矮人的记仇程度，在报仇的途中很难不叠加上新的仇恨，也算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于生育力低下的矮人来说，这种没事给后代添堵、增加人口折损的行为，对于种族来说显然是毫无益处的。至于屠夫，则是一个跟矮人记仇特点相辅相成的职业，基本就是矮人版的对天发誓。这是一个讲究因信称义的职业。当一个矮人认为自己遭到极大侮辱时，就可以选择走上屠夫之路。这个矮人会把自己的头发染成橙色，梳成墨西干发型，并用刺青遮盖自己不荣誉的躯体，从此不再披挂盔甲。完成这些造型上的准备工作后，这名成为屠夫的矮人就会拿上武器，去寻找一个能彻底击败自己的对手。在矮人的观念里，一个成功的屠夫应该是找到一个值得一战的敌人，并光荣地死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才算彻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耻辱。只不过由于幸存者偏差，大部分能出现在剧情里的屠夫都比较失败，因为他们遇到的大部分敌人在杀掉屠夫之前就先被他们给杀死了，这就造成一种反差，越是失败的屠夫反倒越危险，颇有种金庸小说里独孤求败的感觉。关于战锤矮人这种别扭的固执性格，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屠夫王阿格里姆铁拳。这位橙色墨西干猛男是屠夫堡卡拉克卡德林的国王，但是他本人起初其实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完全是被自己的祖宗坑了。阿格里姆的祖上有一位国王，因为某种原因发誓成为屠夫，然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尚在位，国王的职责和屠夫誓言互相冲突。最后这位祖宗得出了一个折中的答案，那就是在卡拉克卡德林修建屠夫神殿，给全世界的墨西干裸奔矮人提供一个集会所，并要求自己的后代继承自己的屠夫誓言。说实话，单是这种祖宗坑后代的事情，在外族人看来就够离谱了。但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阿格里姆的独生子格拉格里姆是个不用打引号的大孝子，他很想帮自己的父亲从屠夫誓言中解脱出来，于是主动成为了一名战哀者。战哀者的职责就是与国王荣辱与共的首席大手，一旦战哀者光荣战死，就是为他效忠的国王兑现了屠夫誓言，阿格里姆以及以后的国王都将获得解脱。后来格拉格里姆确实英勇战死了，但在誓言兑现的程序上出了点小 bug。首先，阿格里姆就这么一个直系继承人，现在他绝嗣了。然后在痛失爱子的打击之下，阿格里姆又怒下了一次屠夫誓言，成功刷新了屠夫 buff。如此无语的情况在矮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大量仇恨和誓言古老到
当事人的后代根本不知道这事的前因后果，但是漫长的岁月里，新仇旧恨又彼此叠加，又更加深了此仇不得不报的执念。这种如同左脚踩右脚上天般的崭新记仇逻辑，成为了矮人社会最大的问题。只不过他们似乎直到世界毁灭，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仇恨之树代表了矮人这个逐步走向毁灭的种族身上积压的负面情绪，那屠夫就是这些负面情绪的总爆发。这个职业不光是某一个矮人崩溃后的选择，同时也直接展现了矮人这个种族从无比辉煌到日薄西山的根本原因。这里引用一段我曾经在论坛上看到的其他网友对于屠夫的评价：在锻造技术最发达的种族中不着片甲，在人口最稀少的种族中寻找自我毁灭，在火力最凶猛的种族中选择与庞大恐怖的巨兽肉搏。这种彻底的疯狂催生出了更加强烈的浪漫。可以说，屠夫在艺术设计上兼具了传统骑士小说与堂吉诃德的截然不同的浪漫美感。对于战锤矮人来说，这群梳着橘色墨西干头的赤膊猛男就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作品矮人的名片。为此，在中古战锤结束以后， GW 甚至在新产品西格玛时代里为屠夫们单独开了一个种族，名字就叫赤焰屠夫。而另一个将矮人固执保守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的地方，就是矮人们对待科技的态度。和后来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矮人在战锤的世界里也是技术力担当。他们传授了精灵弩炮，教会了人类使用蒸汽机、齿轮火药。毫无疑问，在各种族的起步阶段，矮人都是技术力扛把子一般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矮人对于任何新鲜发明的态度都展现出一种古板的抗拒。矮人工匠们会狠狠拷打新报上来的方案，确保其中没有任何的缺点。等到一个新技术通过审批时，往过了几十年，甚至超过100年也可能。提出专利的矮人往往有幸能在入土前看到自己的方案过审，这漫长的审批流程加上矮人长寿的特点，成功让矮人的技术行会成为了世界上办事效率最低的地方。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矮人的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就被鼠人追上，甚至超越了。因为对于耗子来说，鼠命就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所以质量差和安全系数低对于鼠鼠们来说完全不是事儿。他们可以用海量的鼠命去填补攀科技树中必要的牺牲。于是我们就看到战锤里的老鼠能从地道里掏出加特林激光炮、大规模生化武器，甚至破产版的蘑菇弹，而矮人还在拿着碎发枪、加农炮与其对射。说了这么多，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矮人会这么有人气？他们既不能像人类一样给予玩家读者代入感，也没有精灵那样高分的外表。但如果奇幻作品的队伍里每个矮人就总给人感觉不够对味儿。在接触了很多由矮人出场的作品后，我觉得矮人能提供给读者与玩家的，大概就是一种亲切的安心感吧。矮人不像精灵那样高傲，大部分作品里的矮人性格都很接地气，接地气到你永远能在你的生活中找到一个类似的好哥们儿。虽然他不一定是只有你一半身高的矿工，也不一定是大胡子酒鬼，更不太可能是打赤膊的橙色墨西干头，但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就会给人一种旅途不再孤单的安心感。即便是浪迹天涯的白狼杰洛特，也会偶尔想去卓尔坦的酒吧坐一坐。我觉得这就是矮人提供给观众的情绪价值，也是这群大胡子经久不衰的真正秘密。那么你最喜欢的矮人角色是哪个作品里的谁呢？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